作为一个偶尔想要在自己的频道上面聊时事课题的新加坡华人创作者，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不可避免的。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坡线到底能不能、可不可以休矣。那给不太清楚这场争论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小伙伴们科普一下。那简单的来说，坡线这个称昵是中国大陆网民对新加坡的一个称昵，然后这个称昵就引发了一些争议，因为部分的新加坡人认为这是贬义的，而且它削弱了新加坡作为一个独立国的身份认同，但使用者就认为这只是一个网络用语，可能没有太多的贬义。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会想要追根溯源，去找到就是一开始使用坡线这个词的这一群人，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但我个人认为追溯这个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源头已经变得不可考了，然后大家都众说纷纭。那我觉得主流的就是有两种说法，第一就是因为新加坡很小嘛，那第二就是单纯的觉得好玩，然后给新加坡取一个小外号，这样就非常的有亲切感。那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行为到底错没错，然后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吐槽一些媒体和营销号所写的文章。我又忘了我刚刚有没有录开场，但大家好，我是夏天。这里顺便插播一则消息，就是我之后会分享更多关于我在英国生活的内容。当然，我会继续做类似的 commentaries， 如果大家喜欢看的话，记得要按赞和订阅。那我们回到正片。OK，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聊一下这一个话题，它有争议的点到底在哪儿？那有一部分的人呢，就认为县这个词就是在代表这个地方是隶属于其他的部分，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也有让很多人很不爽的一个点，就是因为这个称昵是中国大陆网友赋予新加坡的一个称号，那这个词多多少少透露了一种就是从上而下的一种在俯视你新加坡的一种心理哦。那如果你问我，我认为用坡线来称呼新加坡到底错没错？那我说出来可能会被骂啊，但我认为吧，这还真的分情况。我觉得我的观点跟大多数人的观点都不一样。我认为，如果你知道你自己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你用坡线来形容新加坡小，可能没那么友善，但也没错吧。但如果你只是很空泛的去用坡线来代指新加坡，没有什么意思，就想要用坡线来代替新加坡这个词的话，我就觉得有错。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听起来很矛盾，但且听我道来。来举个例子吧，如果有人今天到新加坡，然后说哇，新加坡的天气热得跟狗屎一样，那其实大多数人是不会反驳的，因为这只是对天气的一种形容，对吗？而在听的人呢，也知道你说狗屎，这只是在形容这个天气。那同理，如果今天有人说新加坡真的是小的跟县城一样，或者小的跟一个村一样，其实我相信大家不会特别的生气，因为新加坡的地理面积真的就跟很多国家比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小的。那不论你认同或不认同，至少它这个对比的维度是明确的。那坡线这个外号，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把一个名词当成一个形容词来用了，而这个形容它并不够具体，它没有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它指的可以是经济、文化，甚至一个国家的主权或者地图面积。所以当说的人跟听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自然就会有歧义了。因为大家对于这个词的解读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情绪上有落差和误解。让我觉得在这个事件里面最危险的地方就是这个词，它可能会失去它自己原有的意义。大家都很空泛的去使用坡线这个词来代指新加坡，而说者和听者他们两者之间有不同的理解，长期下来只会造成更多的误会。其实如果大家都很空泛的去使用这个词，然后坡线这个词其实没有其他的意思，那为什么要用坡线来代指新加坡呢？
我认为这整体事件最恐怖的还是媒体和营销号。我真的很讨厌媒体乱下耸动标题的行为。Don't get me wrong, OK？ 我觉得标题下的夸张一点，然后想要吸引人进来阅读，其实无可厚非 ，OK？ 但是有一些新闻的标题真的让我看得很气，让我认为他们在偷换概念，把讨论的方向全都带跑偏了。我们来一起看看我在 Google 坡线的时候搜到了些什么新闻。这个是来自163.com 的，标题是多点自信与幽默感吧。中国还叫赤线呢。联合早报坡线可休矣。这里想要补充几点。首先，联合早报言论版所发表的坡线可以休矣，笔者是中国语文工作者汪慧迪老师，在言论版所发表的文章并不代表联合早报的立场，所以我认为这篇报章的标题里所写的联合早报坡线可休矣是不准确的，因为这并不是联合早报的观点。这不就来了吗？那种由上而下长辈在跟你说话的感觉，就好像我刚失恋的朋友跟我说他失恋了，我跟他说没关系，我失恋了4、5次呢，比你还惨。但这是重点吗？那我们如果直接撇除掉标题去阅读它里面的内容，我觉得第一句就非常不尊重人的感觉。他这里写，2023年10月7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了一篇标注为资深语文工作者的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坡线可休矣。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要使用这个双引号。然后我们再阅读下去，他就把新加坡和县作为一个对比了。他就说，如果就面积而言，说新加坡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其实是蛮准确的。说起来一点都不丢人吧？毕竟中国还有这20万平方公里的若羌县这种大怪兽呢。然后这个文章又在说，中国新疆的一个村都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比新加坡大了3倍。然后他这里又写了一个网友的留言哦，但没有引用哈。他就说，这样看来叫你为坡村，应该才名正言顺呢。我就想请问，写文章能不能写到点子上？这个是重点吗？讨论新加坡的面积是重点吗？这是客观的事实，新加坡它的地图面积就是小。那为什么坡线这个词有争议？是因为新加坡小的原因吗？不是吧？说真的，我一开始并没有仔细的去阅读这一篇文章在说的是什么，我只是就大概的看了一下，因为我并没有打算那么快的去做这一期的影片，但是这是后话。那我现在很认真的在看这个影片，我觉得真的还是有点无语，很无语。你坡县与我大神州赤县，同样以县标注的话，还有啥委屈的呢？我们称你为坡县，也就不算是小视你们了吧。很无语，我觉得其实关于坡线这一词的讨论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激烈，是因为很多的新闻媒体可能会来添油加醋，然后把这个讨论的方向直接转换成是不是新加坡人太小气了，那新加坡该不该被称为坡县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什么新加坡会对坡线这个词感到不舒服。那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什么？应不应该继续用？ OK， 我们来看下一篇报道。我觉得这一篇报道它的内容还是可以的，还算是比较有把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观点写进去的。但是他下的这个标题真的是让我哭笑不得。他说，温村土澳表示淡定，不满中国网民叫坡县，新加坡人吵起来了。然后有关这一点呢，也是网上很多人在讨论的，就是为什么叫土澳、叫纽村、叫温村就可以，叫坡县新加坡人的反应就那么大呢？是因为我们小气吗？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但你们有没有想过，
澳洲、新加坡、美国，如果按照比例来算的话，他们的华人人口又有多少呢？新加坡超过一半的人口都是华人，所以自然的我们会讨论这个有关我们自己的一个称昵，难道不正常吗？我觉得这种为了流量而扭曲民意的这种做法是非常不道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在上网查资料的时候发现，其实大家开始使用坡县这个词本身就是因为好玩，或者就是为了形容新加坡小，他们绝大多数是没有带着恶意的。那你开始拿新加坡和其他的国家去作为一个对比，就是说我们叫你新加坡坡县，难道不应该吗？这就把这个争论直接上了另外一个高度。那在把新加坡丑化的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恶意，所以这造成了什么样的情况？两方的误会就一直持续的加深。讨论的方向就从嘿，你给我取了一个外号，我觉得不太舒服，为什么你会给我取这个外号啊？变成了我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班上的其他同学都接受我给他起的其他的外号，那为什么你就不能接受我给你起的外号呢？所以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我觉得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媒体是媒体，人民是人民。我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我的影片就去无差别的对别人进行攻击。那我希望透过这支影片可以听到更多不同人的观点，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如果喜欢这支视频，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和分享。那我们下个故事见。